那么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机智强的变形金刚玩具分享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就是由第三方 MMC 出品的镜像 IDW 奥利安派克斯还是擎天柱，管他呢，这里还是那句话，这里站不下那么多人啊，那就叫它镜像奥利安了。当然今天这期视频主要是分享一下这个模具啊，这个模具你甭管它是原色、狂风煞、黑的、白的，滚啊，没有白的，黑的啊，管它呢，黑的、黄的、绿的、蓝的。哦，这些都没有是吧？无所谓了，反正就这个模具啊，它是挺值得入手的啊。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它价格稍微有那么一丢丢高。就目前来说，这个模具啊，不说这个配色，就这个模具最便宜的版本估计都要500-600块钱。稍微有那么一丢丢贵。不过好在它马上要再版了，还要出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玩意的马甲啊。不过管它的，主要是讲这个模具啊。这模具很优秀啊，算得上是 MMC 这个品牌的玩具里面。甚至可以说是最优质的一档了。当然我玩过 MMC 的玩具可能也就5-6个吧，也就玩过5-6个。那这个玩意呢，我是一直没忍下心买一套全新的，这还是我收的，主体花了100块啊，然后在群友的帮助下收到了2个臂炮啊，姑且算是凑了个能给大家看的主体，剩下的配件无实物表演。这里说一嘴啊，它的配件有什么呢？替换脑袋啊，我这里收的时候收的直接就是一个嘴脸啊，看着还挺不赖的。他这个银漆啊，这个狂傲的表情效果还挺好的，就这个眼神啊，依旧深邃啊，这个视角看起来非常的诡异。它是有替换头雕的，2把大枪，2把有点像真人电影线的那个油管炮，只不过看起来更简单明确一点，黑色的，然后1把斧子以及一个披风啊，这些我都没有，还有个领导模块我也没有啊。那主体是不缺的吧？啊，还是该分享还是分享一下的。那毕竟这个模具的原版啊，也就是一个主体带2把枪还是带把枪，我忘了，就原色的。整个的造型可以说还原度还是可圈可点的，尤其是这个身形啊，看起来相当的板正。那整个可动性呢，也是这个模具最大的玩点之一，在拥有一个优秀的造型。还算简单流畅的变形设计之外，它拥有你 C 哥目前来说最顶级的这个可动性啊。当然我个人在玩过一圈之后归功于这个玩意儿，它其实整体变形依托于骨架，它就是往那一趴就变完了。整体的可动呢也是这个骨架的原因嘛，所以它的可动非常的优秀。那造型的话，镜像的特点就是这边有一个碎玻璃，反正做的还蛮不赖的啊。整体的这个效果给大家看一下，腿部这里我再三确认啊，这是一个成型的类金属色的塑料色啊，应该是成型色，我刮了刮也刮不下来啊，实在是刮不下来，大家自己看吧，看起来不像是上了涂装的样子。大家见仁见智吧，反正挺结实的。如果是涂装的话，就是那它这个涂装真挺结实的。然后身上的涂装其实不多，整个呢也是一个塑料色居多的玩具，所以把玩起来非常的顺心。再加上它的这个材质也，虽然这个材质算不上我玩过 MMC 玩具里最好的那一档材质，但质量上是真没得黑的。又玩了几年了，就光一个主体给大家老师当核桃一样的放床头盘了3-4年啊，盘了2年多，没一点毛病的。所以还挺不赖的，还挺不赖的。那另外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你 MMC 这厂子的可动手啊，也是很多年以来不少玩家啊买的时候都觉得，哦哟，碰上这种可动手效果还挺不赖的。这是不是有点像高达那边的可动手？不太清楚，反正全可动手。细节是不指望了啊，但这个效果确实挺不赖的啊，玩起来蛮爽的。这么一个全可动手，也挺紧实的。当然握东西就另说了啊，基本上是靠这个地方握的，你不要指望他拿这个指头去握点什么东西，一晃就掉了。那别的话好像就没有什么额外可以讲的了，就是一个优质的、中规中矩的，但是放在目前这个圈子里来说，那绝对上的顶级中的顶级的玩具了啊。感兴趣的可以考虑自己考虑一下这个多少钱入一个手啊，这是挺推荐买的，就是价格它确实有一点贵嘛，我是觉得好归好，但是500块钱这个真的稍微有点贵吧，主要涨价涨太厉害了。我还记得几年前这个紫的还有黑的，当时清仓也就是500出头。哎呀，不说了，都是这个类啊，都是类的，身上是有一些这种涂装的点缀的，一点点啊。如果这里是涂装的啊，不，如果这里真的不是那个涂装的话，就是塑料色的话，那就是在这个塑料里面啊，它是给你身上有一些这种黄色的这个金属色的点缀的。整体还是这个以塑料色为主。那 OK， 这个造型差不多都看过了，接下来看一下它的可动性啊。可动性方面，脑袋算一个脖子上是一个零件，然后头雕呢是一个球关节，
所以这小子的脑袋的可动性非常的顶级，我去，能这么摇的脑袋不多见啊。然后再加上配合这个骚的不行、狂傲的不行的脸啊，反正给镜像用蛮不赖的。肩膀部分，平台是会被这个零件稍微干涉到的，所以你基本上平台是要靠这里去抬的啊。当然，优质的这个关节让它可以尽可能的去让你享受它的可动啊，你甚至可以去是吧，稍微拆吧，点缀，告诉啊战损了，胳膊瘸了，哎，这个配件掉了啊，这反正就这个可动是蛮不赖的。平转没问题，我先把这个关节掰直，旋转呢没毛病。然后有蝴蝶肩啊，但幅度的话就这么多，毕竟是造型件跟这里卡着的。肩膀部分大臂的这个平转是没问题的，但是我总感觉它跟哪里别到了，而且偶尔时候转的时候会听到明显的塑料的声音，咔咔咔咔的，让我很是不放心，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不太会去转这个地方，有点害怕。曲肘变形原因，它这里算是一个拉伸的关节，所以这个玩具确实是双段关节的肘部，虽然有些空洞，不过无伤大雅。这曲肘的幅度10分甚至9分的巨大，手腕旋转没压力啊，手掌这里才多了一个这个关节，再加上这个全可动手，玩起来就是爽啊！这个玩具就是玩起来爽。腰部那就更不用说了，胸口部分这一块啊，先说领导模块的问题吧。它这里是有一个领导模块超门的，你就知道掰开就行了。我个人是蛮喜欢干嘛来的，把它里面塞个小人，但是不得不说这个东西它开的时候不太好看。哎呀啊！里面当个驾驶舱驾驶个小人什么的，因为我没有领导模块啊，这里就只是提一嘴玩法这一块的。它里面有个领导模块的玩法。腰部你可以把它拽开啊，整个的拽开啊，锻炼式的弯腰，但无伤大雅，因为它确实有这个可动，断不断看你不断的话也能弯，效果也还可以。然后这个旋转啊什么的都没什么毛病，就腰部的可动实在是太牛逼了啊！相信这么多年，但凡有听闻过这个模具的都知道啊，你 MMC 这牌子在这个模具这一块啊，腰部的可动是没得黑的。裙甲部分说是说裙甲能调整，但实际的调整幅度蛮小的，也就是稍微往上头顶一顶啊，要不然就确实是影响前梯了啊。前梯后梯这零件卡住了，我看看能不能调，调不了，这个零件看样子就只能踢到这里了。侧踢的幅度啊，这个齿轮关节声音还是蛮不赖的，能踢到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大胯呢是这么一个结构啊，来辅助它进行一个前踢的，所以腿部的可动性也算没什么毛病，良好吧。这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地方我有点没搞明白是什么状态，因为我个人玩的时候平常都是这个零件就是放下来的，那它也算是个联动吧，就你在推这个地方的时候去屈膝啊，是能把这个零件给它拉下来的，然后再还回来的话还能把它往上推一点。但是因为这个小腿的变形啊， MMC 惯用的，也不说惯用吧，频繁使用过的，直接把大腿往小腿里缩的这个设计啊，以至于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卡扣不是很给力，玩的时候会微微的往下头陷。暂时不清楚是我没变到位还是怎么着的，还是它就应该往下头陷一点，因为说不明白啊。这里是有一个小的毛病的，玩的时候可能显得腿不是那么长，反正你没事总是要拽一拽的。屈膝部分啊，这个它里面是有一个联动的零件的，所以这个玩具的屈膝是又自然又好看。这里的你可以看到这个膝盖部分的这是啥玩意儿，膝盖的护甲啊，哎呀，带一个连接杆，折得老得劲了。脚部前踢不是什么前踢，脚尖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全脚掌接地没毛病，再加上它这个脚呢也够长，脚尖呢还单独可以动，所以整个玩具的可动性啊，尤其在脚部这一块就绝对的没一点毛病的这个可动，站立性也挺不赖的，真的很优秀的一个玩具。除了价格可能不是那么友好之外，我是挑不出来什么毛病了。那接下来展示一下这款 MMC 奥利安派克斯的变形设计啊，这个变形呢挺简单的，有些细小的部分稍微注意一下，那整个思路呢这非常简单。那第一步呢，我的个人习惯就是把这个手肘这里给它直接往里收啊，就在这个地方直接往里收，收完之后呢，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啊，就直接往里收啊，把它抬起来。接下来呢，我要解锁一下这个背包这里，它是用来放可以收纳2把大枪的。那这个部分呢，它在这里有2个都是有卡扣的，所以我们排的时候注意点，先把这个零件给它翻起来。
翻起来之后，在这个里面啊，掰的时候小心一点，这里有一个凹槽对应上面的凸起，这个地方的凸起，掰的时候注意一点，然后顺便把这个史达的小人给它翻出来啊，小史达，然后我们把这个腰整个的拽出来，拽出来之后呢，这个脑袋把它顺势的往里收啊，就这样收进去，进去之后这个零件扣出来，翻过来一扣住，然后再把这个东西给它拽平拽直，之后的话就很简单了啊，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它有对应的卡槽的位置，不过我们现在先变这个轮胎的变形，卡槽的位置就很关键，就在这个地方，你只要记住把它扣在这个地方，就对了。然后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确认轮胎位置之后要变一下这个手，变完这个手才好推这个轮胎。那我们把这个手搞一下，我看一下，把这个手向上推，这个地方往上推上去之后呢，这个零件你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凹槽，对应这里的凸起，我们把它往上推之后，这里这个凸起结合一下，稍等，我操，忘转了，哎呀，坏了兄弟们，这里忘转了，好，转一下，不对，转反了，认罪，对不起，转成这个样子啊，转成这个效果，这东西朝上，然后还是那句话，就还是那个地方，把这个地方往上推，哎呀，这个对焦他妈的离谱，往上推，然后折下来，然后这个手呢就简单收一下啊，到时候是要折到那个腿里面的。这里的凹槽对应凸起，手这里啊，两个凸起凹槽做一个结合，然后一侧就变形完成了。另外一边弥补一下刚才的这个变形的失误啊，这一面它是把有凹槽的这一面翻上来啊 ，OK， 这样子，然后把这里去朝前。我个人是习惯把这个进气口朝前的，然后还是凹槽对应这边的凸起，我们去把它做一个结合。然后手的话先摊开吧，摊开塞到这里。好，那手臂部分就变完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变这个轮子了啊，好像没记错，变轮子就没毛病了。这个胸甲呢就往下头翻啊，翻直，它就是这个车头。之后呢，我们把这个零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凸起，对应这里面的凹槽，去把它对住。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凹槽在这个手臂上面，好，两个凹槽一卡住，这边一个轮子就变完了。另一边呢，你可以看到这里一个凹槽，这里一个凹槽，这里两个凸起，两个凸起，去把它往里捅的时候切记下面的这个卡扣先扣上，然后再去捅的时候是找好位置，好，扣上，这个算是挡泥板的这个屌地方，就算是变形完成了。之后的话我们要转一圈，转一圈之后是不是这里转，是腰转一圈，在这个地方啊，转的时候注意一点，是这个地方，这里的腰后面的两个凸起对应这边的凹槽对应这边的两个凸起，之后呢我们是要把这边的腰转一圈，转完之后要把它拽开的啊，整个都要拽出来之后把这个裙甲往里推，把这个裙甲往里推，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变腿了。下半身的变形就很简单，但是因为细小的东西多嘛，多少要注意一点。把脚尖，把这个脚把它狠狠的往上推上去之后往下摁，好吧，摁到里面去。放心，它这边是一个很结实的双段关节，你就放心大胆的摁。这里的小腿甲是这么一个结构，你就整个的把它，从这里它给你预留的有卡扣，把它嘣一下给它拽出来啊，这里是一个折叠的关节，然后翻开之后把这里给它翻开，然后依然是双段关节很紧的这个脚，哇去，这个关节确实调教的不错，玩了这么久还是这么紧，好 OK， 把它翻出来，扣住，好，这个时候就是面临的一个选择，就是每一次我变的时候我都在重新面临这个选择，那就是把手顺利的塞到这个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每一次都要用心对待，但是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把这个东西给它顺直的往里推进去，然后有的时候推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它奇怪，有的时候这个它塞不到这个下面啊 OK 好，塞进去了。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好，把它扣进去，预留好空间之后呢，就是最后一步了，就把这个手跟这个小腿的板子给它塞到一块。那这个时候的话，先扣这个地方是一定要扣进去的，这个里面凸起对应凹槽，一定要扣住啊！我操，兄弟，OK， 扣住了。扣完之后，这里也有一个卡扣忘说了，这里的一个凹槽对应这个里面背包里边的这个凸起，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手往里塞，塞的时候在这个，塞的时候我的个人建议是把这个拇指放平，然后这个手指头呢，收还是不收啊？好难抉择，先收一下试试，收一下，如果收不进去那就再改吧。反正这个地方每一次变这个就印象不是很深刻啊。不过言而总之啊，就是在这些地方都各个的小卡扣，最后一步就是把这些小卡扣全部对上，甚至在小臂甲这里也有2个凹槽对应小腿里面的这个凸起。听起来这玩具就是变形挺简单的，这个卡扣蛮多的啊。最后一点呢，小卡扣全部都要对齐啊。好，这次蛮流畅的啊。我的个人经验是，腰这个地方是一定要摁进去，摁紧，然后它才好变。那调整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话，那这款 MMC 的奥利安派克斯就算是变形完成了3字母的造型。那最后一步的话是把这个手帕给它扣到这里的。值得一提的是你第一次扣如果发现扣不进去的时候，注意一点，它这里面是有一个滑槽的，你把这个滑槽把它滑到最前面，推到最前面，然后再把这里摁上，它就能塞进去了。很遗憾的是大强老师没有那2把枪，但凡有那2把枪，就算没斧子也算是基本上齐活的。整体的造型能看出来 MMC 是尽力的去做还原的，效果也还不错反正就是一辆很抽象的赛星卡车，也没车厢啥的，或者说它就没车头车厢之分，因为我个人感觉这他妈就是个车头。暂时不清楚漫画里有没有额外的车厢的细节刻画，反正这小子就这样的，也不知道这是个车头还是个什么玩意儿。看这样的就1、2、3，一共就6个轮子，姑且就把它当成是个车头就是了。我看起来是真挺不赖的，谈不上帅，但肯定不丑。这个透明件分件各方面来说没什么毛病。后面的话也没特别严重的穿帮，然后排气管都有一些金属的色的刻画。唯一让我有一点不太爽的就是在轮子上的这个看似很像荧光黄的这个黄绿金属色的成色，是真的非常的糟糕，像极了那种氧化铁的感觉氧化铜的感觉很诡异。然后推一推推车怎么样？推车一般般吧跟这个有些零件好像蹭住了这个推车效果是不太好。我看看我有没有漏变没有漏变，就是这个样子。不知道你们的这其他兄弟的这个轮子有没有难推的地方？我手里的这只确实不太好推。这是油箱吗？这看起来怪怪的这里看着像是油箱，挺像那个细节刻画的。反正这是一个很优秀的玩具哪怕变形看起来确实是没有什么过于繁杂的设计，但整个的玩具玩起来效果还是真挺不赖的。那还是那句话，就是价格稍微有那么点贵在这里最后提醒一下，就这款产品目前的市面价格，就如果你要买紫色全配的话，可能要700-800夸张了，500到700多块钱吧，全新的更贵。那这个个人建议是等再版那个原色是吧？那原色还是更合理一点。OK 兄弟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那也是终于圆梦了把这个玩意儿多少主体是凑出来一些配件，能放心大胆的玩了。那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